我被天王星联合商力做局陷害，星愿资本的至暗时刻降临。3金已经搞定，让人过来帮忙，记得把监控画面剪辑好。我们只有半小时的时间。不愧是天王星培养的最强棋子，你放心，事成之后我必定信守承诺，放你离开。少废话了，3金的药效已经起来了，你快让人来帮忙。当3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身处圣洛都的某个警局里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3金，你涉嫌强暴你的秘书冯雅。你没搞错吧？是谁报警污蔑我的？是受害者自己报的警。我们从他的体内已经提取出了你的 DNA， 监控也拍到你跟冯雅一起进入了休息室，同时还有不少人亲眼看到你们在一起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们甚至可以零口供定罪了。是那瓶解酒灵有问题，这个局是冯雅精心策划的，难怪他会说那些奇奇怪怪的话。我能不能跟冯雅聊聊？在判决下来之前，你没有权利跟受害人见面。那我要求见我的妻子或者公司的法务。另外一边，何超琳焦急地找到公子院。龚总不好了，金总被抓了，报警人是冯雅。什么？冯秘书报警抓了3金哥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冯雅说老板强奸了他，而且他体内提取出来的 DNA 以及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全都证明这是事实。不可能，3金哥他没道理在这种场合做那种事，这里面绝对有阴谋。我们都知道金总是被陷害的，可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他犯罪了，这就很棘手了。突然，一堆记者闯了进来。龚小姐，听说金总被抓了，是真的吗？龚总，金总涉嫌强暴他的秘书，您对此有何看法？如果金总这次真的被定罪成功，您会跟他离婚吗？听说星月资本里的美女很多，请问金总是有这个癖好吗？他们是不是也都被潜规则过？完了，事情压不住了，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不愧是天王星留下的最强棋子啊，真他妈太好用了！只要运作好这件事，不但能让3金身败名裂，还能让他牢底坐穿。马上让媒体们发通稿，标题越狗血越好，没有下限，把3金给我描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色魔，最多24小时，我要星愿资本名下的上市公司市值全都腰斩。一时间，关于3金的谣言满天飞，星愿资本迎来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。没多久，公子院在警局见到3金。老公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只是我没想到冯雅会背叛我。布这个局的人真是厉害，居然舍得把这样的人才送到我身边来，用整整1年的时间来换取我的信任。防不胜防啊！能找卢锡安或者唐纳德帮忙吗？我问过了，如果新闻没发酵出去之前，他们或许还能想办法运作一下。现在舆论满天飞，再加上基金会那边的操作牵制住了他们，想让他们帮忙是不太可能了。不过有一点好处，他们被牵制住的同时，对手的人脉同样被牵制住了，双方都不能动用权力来干预我的案件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案子上，我处于一个绝对公平状态，我找不到人救我，但对手也找不到人搞我。我先保你出来吧，回去再说。法国法律规定，在定罪之前是可以花钱进行保释的。由于3金先生的案件影响重大，我们需要您交付100亿法国币的保释金。同时，3金先生必须接受电子监控，在案件结束之前不得离开圣洛都。我同意所有条件，但电子监控不得安装窃听器。这个，我老公的案件并非伤人案件，也不是重大经济案件，你们没有监听权。况且100亿法国币的保释金，讲道理你们已经超额索取了。得，我答应你。回到酒店，3金总算恢复了点精神。老婆，我大概率真的跟冯雅发生过关系了。哼，真是便宜冯雅啊！现在这件事的关键点就在冯雅，如果她能坦白，那么一切好说；如果她坚持陷害我，那我可能真的要坐牢了。老公，现在外界对星愿资本的舆论导向非常不乐观，而且星愿系的上市公司股价大都跌了30%。情况比我想的更严重啊！冯雅这枚棋子安插了这么久，甚至给咱们公司带来了数千亿的纯利润，而在咱们名声达到最旺的时刻，才让他动手。培养冯雅的人绝非凡人。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冯雅，想办法让他反水证明我的清白。就算无法让他供出幕后主事人，最起码也得让他签谅解书撤诉。打听到冯雅在哪了吗？很好查，他现在人还在圣洛都。那看守他的安保势力是不是非常严格？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对方好像并没有动用全部的人力去保护冯雅，似乎并不是很害怕咱们找上门去。就是说，冯雅那边的安保力量不算特别强，我们能突破进去，黑族的人就能搞定这件事。我需要黑族的人把冯雅接到我这来。没问题，我尊敬的父，为您做事是黑族的荣幸。莫甘娜这妮子最近越来越野了，跟我说话的时候老是跟小野猫一样，看来以后我得离她远点，省得犯错误。我已经帮你把错误给犯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呀，我是说外国人就那样，加上他看到你这样的多金又俊俏的帅哥，那肯定心动，这都是正常反应。你说的对，帅气如我，很难有女人见了不心动。1小时后，冯雅被黑族带到酒店。冯秘书好心机啊，潜伏在公司这么久，我都没看出来，原来你是个25仔。冯雅低着头，嘴唇紧闭。冯秘书，虽然是你报的警，但实际是你下药迷晕的我，可惜啊，法律上没有女强男一说，这门亏我吃就吃了。不过我倒是很想问问你，为什么明明施害者是你，你还有脸报警呢？对，
对不起。我待你不薄吧？我真不明白，你不缺钱，不缺地位，同时你也不是傻叉，为什么就突然干这种事情来陷害我呢？对方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？还是说握着你什么把柄了？对不起。得，你要真觉得对不起我，就去跟警察说我是被诬陷的。呵呵，我是受害者，你还好意思哭？装什么小绵羊呢？冯秘书，你去跟警察说实话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，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，可以吗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你说实话，我现在就能给你一笔钱，直接打到你指定的任何国际的账户上去。否则的话，我不敢保证我老公冲动之下会不会把你怎样。龚总，您别浪费口舌引我入套了，钱打过来我就成敲诈了，我没那么蠢，金总也不敢把我怎样，我要是死了，他的冤情就更难洗白了。两人对视苦笑，他们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白脸的计划，在冯雅面前显得如此可笑。突然，冯雅跪在了三金面前，对不起，金总，是我对不起您，可是我想活，我只是想活下去啊。有谁威胁你的命了吗？就算是基金会，亦或者是吴老星这个级别的人想杀你，只要有我的庇佑，你还是绝对安全的呀。能详细说一下你的苦衷吗？能帮的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你。其实我是天王星培养的一枚棋子，从出生开始我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残忍训练，并且我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真的，谁查都查不出任何毛病。我来心愿资本，为的就是在最合适的时候给金总您致命一击。不愧是最强棋子啊！如果那边一直不下命令，恐怕你的表现真的能让我把你当伙伴一辈子。虽然我是天王星培养的棋子，但真正起因我的是商力，又是商力这个混蛋。可是我不明白天王星是怎么威胁你性命的。就算是在大夏，他们能威胁你，以你的智商，应该能轻松找到机会移民吧？冯雅脸上划过一丝惨笑。龚总不介意的话，你可以靠近我听听。公子苑疑惑地靠近冯雅，只听一声声很有节奏的滴答声传了出来。这是什么？天王星在我的脑子里装了一枚微型炸弹，采用的是生物电供电技术，直到我脑死亡才会彻底没电。这声音就像是死神的镰刀，可是我不想死啊，我想活着，我想享受不被控制的人生。你没试过找人把它拆掉吗？试过，但所有人都说不可能成功的。控制器有几个？一个，在天王星的手里，并且只有他知道在哪，其他人都不知道此事。你的炸弹也不是完全没办法解决。你是想，只要天王星死了，你的炸弹拆与不拆，不就无所谓了吗？